今年泰国准备通过一项新法案，严格管制大麻的使用，未来的观光客可能抽不到大麻了。2年前，泰国才大张旗鼓宣布大麻合法化，想要靠大麻大赚观光财，为什么这么快就后悔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泰国大麻禁令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泰国卫生部长宣布今年年底之前，泰国即将实施严格的大麻管制，所有娱乐性大麻可能都不再开放了。2年前，泰国领先亚洲，成为了第一个将大麻合法化的地方，也变成了观光客眼中的大麻天堂。但2年后呢，泰国政府却大力的批评，认为大麻造成了社会困扰，准备祭出严格的大麻禁令。到底为什么泰国会这样子发夹弯，收回之前的政策？难道是大家抽太凶了吗？今天我们会来讨论一下泰国当初为什么要开放大麻合法化的这段期间，泰国的状况如何，未来又有哪些变数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曾经在一堆笔记和资料夹当中迷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段记录吗？快来试试我也在用的笔记软体 Heptabase。Heptabase 的视觉化排版呢，可以让你一次把许多的笔记放在一起，不只能够自由自在的记录移动，还能够建立连线。而且它的白板、卡片和心智图的功能，除了可以让人记得更清楚，在使用的时候，这个拆解、重新组织资讯的过程，有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并因此对于主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产生新的收获。像我平常不只会拿来整理资料、消化资讯，还会用来沟通讨论、脑力激荡，提升工作效率。如果你也想要体验视觉化笔记的效果，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接，开启免费试用吧。首先，我们要来聊聊泰国当年为什么会领先亚洲，率先的开放大麻。其实自古以来呢，泰国一直都有使用大麻的文化，像是在他们的传统医学当中，大麻可以用来舒缓这个疼痛啊、疲劳，有很多传统药物的配方当中含有大麻，甚至大麻呢也会入菜，加到日常的食物里面。像是有些地方的船面呢，就会用大麻来增加风味。那虽然说在1934年，泰国因为国际反毒浪潮将大麻列为了毒品，但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泰国对于大麻的态度是稍微没有那么反感的。而这几年呢，随着欧美各国对于大麻的管制逐渐的松绑，泰国也很快的就搭上了这波浪潮。2018年，泰国成为了东南亚第一个医疗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而2022年，泰国更进一步的决定要让大麻全面除罪化，大力的拥抱大麻产业。2022年的6月泰国正式宣布大麻从违禁麻醉品名单当中删除，不再把大麻视为一种毒品。由于种植持有大麻都不再犯法，可以说是大幅放宽了相关的管制。泰国政府呢，希望借由修法可以让大麻应用在更多的领域，增加大麻的医疗、工业还有实用的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希望可以靠大麻来拼经济。目前全球的大麻市场呢，价值大概是5000亿泰铢，而且年增率超过了17%。其中大麻呢，在医疗保健行业的使用就占了总产值的70%。用大麻萃取物做成的美妆保健食品，有满满的商机等着开发，遍地都是黄金。那为了把大麻打造成为泰国的冠军产品，泰国的工卫部还主动跟民众推广种植大麻，甚至免费发放100万株的大麻，呼吁民众把大麻当作是家庭植栽，成为绿色经济作物。而新的法案公布之后呢，短短1年之内泰国就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大麻天堂。大麻法案公布之后呢，泰国人就一窝蜂抢着要当农妇跟农夫。2023年的3月，除罪化不到1年之内，已经有超过138万个泰国人注册成为大麻种植者，相当于全国呢 2% 的人口都有申请种植大麻。而目前呢，政府也已经核发了110万张生产、销售大麻的许可证，让大麻的产业蓬勃发展。泰国的大麻商店大麻酒吧就跟雨后春笋一样，一间一间开个不停。根据官方的数据，截至2023年的2月呢，已经有将近6000家大麻相关的商店拿到了营业许可证，其中在曼谷就有高达1600多家，几乎跟便利商店的密度不相上下。现在打开泰国的大麻地图，你也会看到大麻店的图钉呢占领了整座城市。另外，虽然官方强调他们并没有开放娱乐用大麻，但由于相关法规不明确，留下了一个灰色地带，基本上呢，大家想抽就可以抽得到。很多的外国观光客来泰国时呢，都会顺便体验抽一根的快感。不少去过泰国的人就说，知名的酒吧一条街考山路呢，整条街就弥漫着浓浓的麻味。
泰国商会估计光是2022年，大麻为泰国创造了280亿泰铢，相当于7.6亿美元的收入。而这个数字呢，每年都在成长，经济效益相当的惊人。不过，在大麻产业一飞冲天的同时呢，却也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根据泰国精神科协会统计，2022年因为娱乐用途使用大麻的人数高达了1100万人，比2021年的189万人飙涨了快6倍。成瘾研究中心也公布数据大麻合法化1年之后，18到65岁的泰国人当中有将近25% 都使用过大麻，而且因为大麻取得太容易，20岁以下的大麻使用人数呢，在半年内也翻涨了1倍。另外，比起大麻吸食人数的增加，专家更担心的是民众的健康问题。根据宋卡王子大学的专家表示，2021年呢，大麻相关的急诊人数只占了全体的3%，但是2022年呢，已经上升到了17%，暴增了将近6倍。还有现在大麻掺入的食物越来越多，像是大麻布朗尼大麻软糖，在路边摊都买得到，成分也都标示的不清不楚。很多人担心儿童、青少年会不小心吃到大麻造成的伤害。那像是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未成年的阶段养成了吸食大麻的习惯，长大后罹患思觉失调的几率也会大幅增加，跟其他同龄的年轻人比起来呢，会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的身心困扰。那为了阻止事情恶化泰国有800多位的医护人员共同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暂停大麻合法化的政策。他们强烈的担忧，再这样下去呢，泰国的医疗体系还有民众的健康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有些人呢，则是把矛头指向了前任政府，批评大麻政策根本是漏洞百出。有些专家认为泰国之前推动大麻合法化的过程太仓促了。2年前大麻合法化之后呢，相关的管制配套措施却因为各党无法达成共识，法案一直躺在国会里面，造成了一段很长的法律空窗期。也就是说呢，政府虽然禁止娱乐用大麻，但实际上呢，却陷入了无法可管的窘境。举例来说，虽然政府要求大麻只能够医疗用，但因为法律没有写清楚到底需不需要医师开的处方签，所以大家也没有在管。不管是酒吧、夜市、马路旁边呢，都可以轻易的买到大麻。还有的规定呢，虽然有定出来却也没有严格的执行。像是大麻当中的 THC 4氢大麻酚呢，是让人吸食后产生兴奋感迷幻感的主要成分。根据规定呢 ，THC 的浓度应该要低于 0.2%。但是呢，在泰国的大麻店里面，产品的浓度呢都在 4% 到 12% 左右，有的时候呢还能够买到20几%的，法律形同虚设。而泰国警方呢就坦言由于他们不确定究竟哪些事情合法，哪些不合法，所以他们也很少执行与大麻有关的警务。那也看着大麻的相关争议持续的延烧，一些人开始呼吁泰国现在该踩刹车了。2023年8月呢，泰国大选之后，政党轮替，新上任总理是维泰党的赛塔，他强烈的反对使用娱乐用大麻，也对前朝的大麻政策非常不满。之前他在受访时就说过，开放娱乐用大麻对泰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今年1月呢，执政党也正式的提案要严格的禁止娱乐用大麻，希望让泰国走回正轨。目前预计上路的新规定呢，有几个重点首先，对于一般人来说，未来需要提出医疗证明才可以买得到大麻。对于大麻商家来说呢，如果贩售不合格的大麻，可能会被吊销执照。如果呢试图私下贩售大麻，也可能要入狱服刑。另外，泰国也规划要移除现在路上的大麻招牌、相关标志等等，不再让大麻产业这么的明显，这么的招摇。那如果一切照计划走的话呢，预计今年年底泰国就会完成修法，重新限制大麻的使用。不过呢，虽然政府说要修法，但有些人觉得要走回头路，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有不少人觉得泰国早就回不去了。首先呢，泰国的大麻产业链现在已经非常庞大，牵涉到上万人的生计。如果要突然禁止将带来一波严重的失业潮，绝对会引起相关从业者的反弹。而且呢，现在这么多人都会种大麻，如果颁布新的禁令，娱乐用大麻恐怕会地下化，变成非法交易的市场，乱象可能会更多。另外呢，也有人质疑虽然政府宣称以后只开放医疗用大麻，娱乐用不行，但实务上到底有没有办法区分，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那么到年底的时候，泰国到底会不会修法成功，还会是大麻天堂吗？就让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吧。我们研究之后发现虽然泰国跟一些欧美国家一样走向大麻合法化，但目标很不一样。有的国家之所以开放大麻是希望以治理代替惩罚，来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减少犯罪率或是打击非法交易的市场。但泰国就明确的表态，除了鼓励医疗用途之外呢，他们主要的目标之一还是要靠这个大麻拼经济来刺激农业、观光业的成长。
我们观察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泰国对于大麻的管制力道相对宽松消极的原因。政府可能不希望管太严，限制了大麻产业的发展。那以结果来看这样策略其实是成功的。大麻产业爆炸性的成长为泰国带来了庞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产业太成功了，导致市场扩张的过快，远远超过了现在泰国政府可以监管的能量，才造成了后续的乱象跟反弹。那么觉得不论泰国之后的决定如何，这次的状况都值得其他地方参考。毕竟全球大麻市场的商机庞大，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想要分食出大饼。那么大家要怎么样在拼经济的同时，不让大麻动摇社会的运作？泰国的困境或许可以当个前车之鉴。而最后呢，我们今天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泰国的大麻政策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变化呢？大麻造成这么多的争议，娱乐用大麻应该会全面禁止，毕竟大麻产业已经太庞大了，根本改变不了，泰国应该回不去了。自己不知道，但我希望目前的政策不要变。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泰国大麻合法化的后续。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毒品的历史以及大麻合法化，好吗？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